大家好，我是牛奶。古妖挑衅萧炎，最终自打嘴巴低头认错的结果是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包括那在较远处立于参天巨树上的三道身影，灵迹灭指都是施展了出来，却还是落败。这下古妖受到的打击可不小，看来我们都小瞧了萧炎呢。三人中的一银袍男笑道，一旁的虎背男附议道，的确很强，如果他跟古妖处于同一级别的话，古妖恐怕败得更快。位于三人之首的青山男微微点头，表示认可二人所说的话，随后自己叹了一口气道，此人看上去平和，但骨子中却隐藏着一股比谁都凶狠的狠劲儿。这把狠劲儿想必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搏杀。薰儿的事以后也别管了，这个萧炎达到了我们的底线要求，而且如果真的把他给惹怒了，谁都跑不了。闻言，那银袍男与虎背男都是干笑了一声，表示还好自己没有当那出头之鸟。随后那银袍男又将话题引回了成人仪式，问起了青山男为什么没有去测试。青山男表示自己已经测试了，勉强达到了9品血脉。银袍男二人看着从自家老大额头上缓缓浮现的七彩足纹，满脸的羡慕与敬佩，不由得感慨道，看来自家大哥的血脉等级快要赶上薰儿了呀。听到这话的青山男摇了摇头后，将目光定在了远处场中的动人倩影上，喃喃道，哪有那么容易，薰儿的血脉可是古族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呀。此时萧炎这边已经被通玄长老完全控场，通玄将2个碍眼的家伙轰下台以后，就在挥手间将已经千疮百孔的广场恢复如新了。随后通玄长老就瞪大了亮晶晶的双眼，表示接下来的仪式便让我来主持吧。哼，小心思谁不知道死的。默默退场的几位被夺权的长老暗自吐槽道。随后通玄那被刻意放轻的声音就在场中响起，薰儿到你了。就在通玄老头声音落下的一瞬间，全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那古族的明珠身上。可惜那明珠此时满心满眼的都是萧炎哥哥。玉手轻轻为萧炎擦去嘴角血迹的时候，薰儿看起来很平静，实则内心的小人正挥舞着拳头道，今天的事儿可不算完，古妖你下次不要落在我手中，不然的话必要让你也试试这种感觉。薰儿再次确定自家萧炎哥哥真的没事以后，才飞身去了场中。通玄长老瞧着薰儿冷着一张俏脸，哪里不知道是为何，忍不住的苦笑了一声后，有点怂里怂气的解释道，你也应该知道，以你的优秀以及在古族的地位，发生这种事并不奇怪，而且萧炎他也需要这种挑战，不然的话很难真正被那些族人认可。薰儿哪里不懂这里面的门道，但却依旧冷着脸表明自己不独自的态度道，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之后薰儿才将手放在了通玄放出的星盘之上，随后眼眸紧闭，1颗2颗7颗8颗，广场上众多的呼吸声因着越来越多的星辰出现变得愈发的粗重，直到第9颗星辰出现并且变得愈发璀璨，几乎所有的古族族人都是深吸了一口凉气，甚至一些隐藏在这片天际之上的古族老怪都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气息。那一点金黄银光自第10颗星辰闪现的一瞬间，这片天地变得寂静，屏住呼吸的众人眼看着那一点金黄银光一点点扩散至璀璨，最后砰的一声响起，那星盘直接就爆开了。与此同时，一道金黄色的光柱自薰儿的玉手之上爆射天际，下一瞬，一股极度强悍的威压自光柱之中弥漫而开，这直接导致在场的绝大部分人体内斗气停止运转，甚至于灵魂深处都弥漫出一种对上位者的敬畏。一些实力不强的古族之人直接就给跪了，像长老以及古妖这等实力的人倒是并未归服，不过也是微微弯下了身子，目光有些不敢直视场中那道金黄色的倩影。这就是10星神品血脉。望着周围顷刻间便是跪伏下大半的古族之人，芒天尺十分的感慨，真是个了不起的妮子啊，我雷族什么时候也能出一个这样的好娃娃呀，羡慕嫉妒。这下你们应该知道薰儿的可怕了吧。参天巨树上的青山男笑着道，那银袍男与虎背男对视了一眼，皆是感到满嘴的苦涩。那可是古族1000年之内都不曾出现过的神品血脉呀。直射天际的金色光柱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消散，最终化为一缕金光，再度钻回到薰儿体内。
薰儿这才缓缓地睁开美眸，盯着面前那一脸狂热的通玄长老。通玄长老费了老鼻子劲，才让自己逐渐冷静下来，旋即十分恭敬地请出了一支闪烁着七彩光泽的龙笔，七彩天地笔。族文的绘制极其消耗斗气，整个绘制过程足足持续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方才结束。通玄将工作进行到后半段时，额头直冒冷汗。神品与九品虽说仅仅只是1品之差，但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从薰儿额头间那比青山男子还要绚丽不知道多少倍的七彩族纹就能看出一二。待得那最后一笔落下之时，即便是以通玄长老的强横实力，都是险些被吸成人干。然而通玄却是满脸的兴奋。薰儿听到耳旁响起好了的声音后，就睁开了眼眸。同一时间，其额头处的七彩族纹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这下可好，又有不少实力强悍的古族人跪下了。好在七彩光芒仅仅持续了片刻，便是尽数被薰儿敛进额间。注：族纹可以被隐藏，随主人召唤显现。七彩光芒消散时，巨树上的青山男也准备离开了。临走之际，突然想起来瞄了萧炎一眼，结果萧炎下一秒就精准地对上了他的视线。青山男有些欣赏萧炎的敏锐，轻笑了一声后才转身离开。此时的萧炎却是皱了皱眉，因为他在前者身上感受到了比古妖更加强烈的压迫感，暗自感慨完这古族之内果然强者如云，斗帝血脉的确值得人羡慕后，萧炎对着芒天尺抱拳告辞了一声，又冲着场中的薰儿笑了笑，就带着小医仙等人离开了。芒天尺知道萧炎表伤已愈，内伤却是不轻，就并未做阻拦。薰儿也是知道的，于是匆匆跟通玄长老说了一声，也不懂通玄在说什么，就朝着萧炎等人追了过去。通玄长老看到这情况，心里那叫一个酸呀，不由得低声吐槽道：看来出了神品血脉也不行啊，还得是萧族强，啥都不干竟然能得到一个拥有神品血脉的媳妇儿。此时场中某个角落，一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身影正目光闪烁地望着薰儿远去的背影，用仅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没想到古族居然出了一个神品血脉，这日后可将会是我魂族的大敌呀，而且说不定还会对我魂族的计划产生干扰，看来得暗中找个机会将此人给除了。薰儿离开后，仪式还在进行，不过通玄长老觉得后面都没有意思，就又把绘制族纹的重任甩给了之前的长老。成人仪式当天的傍晚，山林间的竹房内，小医仙正同萧炎说着话，聊着聊着，萧炎目光一转，问起了薰儿的去处。小医仙表示，薰儿在为萧炎疗伤完后就去了古族，很有可能是为了2天后开启天幕的事情。话到此处，萧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与古族的关系算不得多好，定是会有人想要出手阻拦他进入其中。薰儿，事实上真相同萧炎猜测的差不多。古族议事厅内正在商讨天幕开启的事，只见通玄长老目光环视全场，淡淡的道：进入天幕的名额一共只有16个，远古8族每一族都拥有2个名额，但此次灵族未曾来人，如此便空了2个。按照规矩，我古族可以使用这2个名额，也就是说这一次古族可以有4个名额。可此次我古族要安排进入天幕的应该有6个人，也就是说还差2个名额。另一边的一名长老轻声道。古谦听到这话，目光与一旁的几位长老对视了一眼，随后毫不客气的就开口道：萧族的名额不是一直都由我古族使用的吗？加上去刚好合适。一位多少有点良心的长老听不下去了，开口表示这样不合适。那一头白发的古山长老却是臭不要脸的道：萧族衰败至此，其实早已不在远古种族之列，排除的话倒也无可厚非。我想那萧炎应该能够想明白的。风玄长老听到这话，直接皱起了眉头，大概一方面是为了这些人的无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那位难缠的小祖宗。只听砰的一声响起，议事厅那原本紧闭的大门直接被震开了，门口的护卫正想凶，就在七彩光芒的照耀下直接五体投地了。光芒爆射进入大殿，将所有的长老都笼罩在其中，一道清冷的声音也是随之在整个大殿中响起。古山长老，古族自萧族离开中州之后，便是一直将他们的名额占据到现在，
如今萧族终于有人来到了这里，但你却连一个名额都不肯归还，未免也太过分了点吧？血脉威压虽然没有让在场的长老就地下跪，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从那不少身体微微颤抖的长老身上就能够看出，通玄长老实在是有些无奈呀，内心直呼带不动呀，带不动。叹了一口气后，又瞥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看的古山长老等人，才开口道：“薰儿，先将族文收起来吧。”薰儿本意也只是想要震慑，有人递了梯子，就顺势收回了威压。有了气力的古山又开始蹦跶，鼓着脸就明里暗里的讽刺薰儿女生外向，这还没出嫁呢，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作为古族之人，做事应当多为古族着想。薰儿听到古山这么阴阳，他也不客气了，小嘴巴巴的就是一顿嘲讽，就差把忘恩负义、白眼狼、没良心放在面上骂了。古山此战足。古谦见古山败下阵来，马上以薰儿擅闯长老议事厅坏了规矩来指责薰儿，试图让薰儿理亏闭嘴。薰儿直接就怼道：“古谦长老怕不是老糊涂了，竟然将七彩族文的权利都给忘记了。”瞬间想起那条规矩的古谦选择闭麦。该规矩是，只要拥有七彩族文的族人，地位远超绝大部分的长老。最终还是通玄长老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但有萧炎的战争，并最终拍板将一个天幕的名额交还给萧炎。事已至此，古山那老头也不好再说什么。达到目的的薰儿礼节性的冲着在座的长老微微弯身后，就直接离开了。不曾想，古山贼心不死的冲着通玄道：“那天幕之中可还是有着萧玄的幕府，我们的人直到现在都未曾进入过那里。”通玄长老微微皱眉，还未开口说些什么，一道苍老的声音就突然在大殿之中响起：“萧玄的幕府，你们便不要打什么心思了。以他当年那通天的手段所遗留的幕府，若是不想让其他人进入的话，就算是族长出手，都不会具备超过50%的成功率，所以不要白费心思了。”听到这话的古山老实了，没有开口再说什么。通玄也是轻舒了一口气，打发走这些个长老之后，通玄就冲着空荡荡的大殿道：“族长他们对萧炎怎么看？”话音一落，就见一身着灰袍的苍老身影缓缓浮现，淡淡的道：“可成大器。”另一边，恢复的差不多的萧炎正在一处葱郁的清风之上，边走边吸收着天地间的精纯能量，直到他看见了一返璞归真的背影，知道对方是自己得罪不起的，萧炎十分识趣的道了歉，就想离开。不曾想那人就是冲着他来的。眼前一花间，萧炎就背上了山。突然站在山顶之上的萧炎很是感慨，但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因为萧炎很清楚，这个他有史以来见过实力最为恐怖的人对他没有恶意。刚收拾好心思的萧炎，就听对方开口说道：“倒是没有想到，在曾经的斗帝血脉废弃之后，萧族居然还能够出现如此优秀的年轻人，这让我不得不相信萧玄当年的那举动似乎还是有着一些道理。”听到这话的萧炎很快就明白，对方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毕竟是与自己先祖有所交集的人。不知前辈名讳，萧炎躬身道。那人影缓缓转身，萧炎就见一身着朴素麻衣，脸庞上挂着些许笑容的中年男，约莫40岁左右的样子。萧炎其实还是有点怀疑对方只是保养的好，直到那中年男说了一句让萧炎惊掉了下巴的话：“我是薰儿的父亲。”薰儿的父亲。萧炎此时满脑子都回荡着这句话，这是自己的岳丈大人，古族的族长，斗气大陆顶阶的存在，就在他的面前。古元看着萧炎那目瞪口呆有些慌乱的模样，有些好笑，之后似是想要拉近两人距离一般说道：“萧炎小时其实是见过自己的。”之后才开口表示自己其实是为了萧炎与薰儿之间的事来的。萧炎以为古元是不愿意薰儿同他在一起，特来劝退的，不曾想古元是个开明的父亲。他表示只要薰儿愿意，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好勉强他，而且以他如今的神品血脉，即便自己这个古族族长也无法强行命令他做什么。听到这番表态的萧炎自然是十分欣喜，毕竟自己早已做好被所有人刁难的准备。多谢古元族长。萧炎抱拳惊喜道。古元看着这小子高兴的模样，心里不知道怎么的又有点不舒服，忍不住的想泼他冷水，便开口道：“你也别太着急高兴，虽然我不阻拦你们，
但古族的一些长老以及更老的存在却是对此事还有着一些芥蒂。毕竟薰儿是我古族将近1000年未曾出现的神品血脉，他们自然不乐意这种血脉因为其他的东西而变得不完美，所以你会面临一些阻拦。这些事儿从我古族族长的身份来说，无法给予你太大的帮助，毕竟族长必然是要以族为先。听到这话的萧炎兴奋劲儿下去了一点，沉默着点了点头。古元一看这情况，又怕自己打击得太过，到时候女儿怪自己又怎么办，便又开口夸了夸萧炎的天赋异禀。想了想，又没忍住吐槽，如果早知道这结局，自己当年一定不会将女儿送往萧家，这偷鸡不成18米的买卖可是亏大了。这话说的萧炎哪里敢搭呀，只能讪笑。古元看了看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终于是开口道：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不会插手，只不过我希望日后你与薰儿在一起，当他未达到斗圣之前，让他保持完璧之身。说完，古元掩饰性的轻咳了2声后，又开口解释道：年轻人嘛，难免会有冲动的时候，你们2人又不经常在一起，主要是薰儿体内的血脉还不稳定，若是胡乱行男女之事的话，会有损薰儿体内的血脉。这种事情若是发生，恐怕族中那些老家伙就……这话说的萧炎很是尴尬呀，难道他看起来像是很急色的人不成？老丈人的叮嘱，萧炎自然是要听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不愿意伤到薰儿。只是这岳父大人特意现身来找，就是为了跟自己说这个？那当然不是的啦。古元此次来寻找萧炎的主要目的，其实是驼蛇古地狱。古元同萧炎说了很多事情，这其中就包括了古玉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变成8份的，古族与萧族又是怎么一同对抗魂族的，魂族如果得到全部的古玉碎片，又会是怎样的危险？最终引出中心思想，那就是魂族的那些老家伙想让萧炎将手中的古玉交给古族保管。古元很清楚萧炎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萧炎也的确不会交出来，毕竟古玉之上还有着自家父亲的灵魂印记，他还需要凭借这个来确定父亲的生死，说不定日后还能用古玉换回父亲。得到萧炎答案的古元没有做任何纠缠，点了点头后才开口，明里暗里的警示萧炎，这主意是古族那些老家伙提的，而且他们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想法。明白老丈人意思的萧炎点了点头，随后刚想要说些什么，就见一道倩影正飞掠而来，正是薰儿。哎，果真是女大不中留，看着妮子火急火燎的模样，恐怕是担心我对你怎么样吧。古元见自家宝贝闺女这般急速赶来的模样，不由得有些吃味的吐槽道，随后又转头叮嘱萧炎，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千万不要逾矩，另外好好保护古玉。随着古元最后一个字音落下，其身形也消失了，下一瞬，薰儿那盛满着担忧的美眸就闯进了萧炎的视线，之后几个闪掠间来到了萧炎面前。萧炎哥哥没事吧？刚才……望着薰儿那紧张的神色，萧炎笑着摇了摇头道：刚才那人正是你的父亲古元族长。我就知道。薰儿柳眉微蹙。萧炎见薰儿有小情绪的模样，连忙为其岳父大人辩解道：古元族长倒是没跟我说什么阻拦我2人的话，只是与我谈了一些跟萧族有关的事而已。真的？就没说我们之间的事？薰儿有些诧异，突然想到什么的萧炎摸了摸鼻子，随后凑近薰儿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只见薰儿那惊讶的脸颊瞬间变得绯红，美眸轻刮了萧炎一眼后，薰儿拉起萧炎的手掌道：先回去吧，萧炎哥哥，天幕的名额已定，只需要再等2日，我们便可以进入其中。确定心中所想的萧炎很是感慨，手掌轻揉了揉那掌中的温软如意的小手，萧炎柔声道：谢谢你了，薰儿。薰儿没有答话，微微一笑后，纤腰轻扭，就将自己埋进了萧炎的怀中，美眸微闭间，贪婪地呼吸着那种令他心安的温暖气息。美人在怀，萧炎自然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手臂环住那纤腰的同时，其手掌也轻搭在了那极具曲线感的腰臀衔接处。萧炎将脸埋在薰儿柔软发丝的同一时间，不远处古元的身影缓缓浮现，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口气，随后身形一动，便是再度消散。萧炎小两口黏黏糊糊的第3天，终于是迎来了天幕开启的重要时刻。在前往古圣山脉深处的路上，薰儿同萧炎简单说明了一下关于天幕的事儿。天幕之地有一神迹，
那就是凡是葬身于此的强者都有一定概率复生。这种复生仅仅指的是生前的能量化为了他们以前的模样，懂得生前的斗技。当然，能量体也分等级，等级越高的能量体实力越强，智慧也越高，拥有生前记忆的完整度也越高。天幕共分3层，第1层的能量体大多都是3星以下的斗尊，处于毫无意识的游荡状态，有一定的战斗本能。第2层的能量体实力多在斗尊3星以上、8星以下，具有部分灵智，会使用武器。至于第3层，便是真正的神仙打架了，留有生前记忆，虽各自完整度不同，但可以使用斗技，拥有自主意识。斗尊巅峰是底层，生前达到了斗圣阶别的超级强者也是有的。萧炎的先祖萧玄的幕府就是在第3层，而且是在第3层最内部的范围。当萧炎一行人抵达古圣山脉的深处时，就见3道吸引眼球的黑袍身影正悬浮在虚空。定睛一看，可不就是那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魂族2货少年魂牙吗？薰儿叮嘱萧炎一定要小心这个魂牙，毕竟据说他在魂族年轻一辈之中极为的难缠。与对方已经打过1次照面的萧炎心里多少是有一点谱的，预估这个魂牙的难对付程度不会逊色于古妖。薰儿见萧炎有了自己的计较，便开口同萧炎说起了在场的其他人，比如东南方向额头上顶着药葫芦图文的便是药族的人，正东方向由芒天指老先生领队的额头上顶着闪电印记的便是雷族的人，炎族的之前见过，不做赘叙。正西方向的十族之人就比较有意思了，他们除了额头上有着一方巨石族纹以外，还有着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皮肤呈灰白之色，不过那也是他们肉体极端恐怖的象征。至于具体恐怖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足以跟魔兽界一些顶尖的魔兽相媲美的程度吧。就在场中的人被薰儿介绍的差不多的时候，这片天地突然间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与此同时，一道古老的气息缓缓自虚无空间之中弥漫而出。望着突然暗下来的天空，薰儿轻声道：“天幕要开启了。”薰儿的话音刚刚落下，就听轰的一声响起，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空间裂缝直接自天空上弥漫而开，而那空间裂缝的中央位置，一团银色光芒逐渐浮现，最后化为一扇100丈庞大的空间之门。这便是天幕之门吗？萧炎喃喃道。眼看着那天空上的古老大门徐徐打开，萧炎眼中的热切也快压制不住了。此时薰儿突然偏过头，对着萧炎微笑道：“萧炎哥哥，传送是随机的，分开进入的话，所以我们一起进入吧。”亲亲老婆的牵手要求，萧炎自然是很乐意满足的，毕竟他对于天幕极其陌生，有薰儿这个金手指在，还不赶快抱紧大粗腿？再说了，有美人在侧，看着也是养眼的嘛。古老大门彻底打开之时，萧炎自然是执行让别人先去探路的常规操作啦。古族的4道身影是最先进入其中的，领头的正是萧炎当初察觉到的那位实力极强的青山男，随后就是跟着青山男的那2个小弟，但最后一道身影却不是古妖，而是古真，这是让萧炎很诧异，看来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薰儿轻声道。听到这话的萧炎摇了摇头后，淡淡的开口道：“若是连这种失败都无法接受，他也就止步于此了。”说完，萧炎偏头冲着身后的小医仙一行人道：“此次我进入天幕的时间恐怕会比较长久，若是有事的话，你们可以先回星陨阁，小心一些。”听到这话的小医仙微微点头，声音温婉的道。萧炎笑了笑，然后与薰儿对视了一眼，就化为了2道光影，冲着那古老大门迅速掠去。当最后一道身影进入巨门之后，巨门就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徐徐变得虚幻起来，直到最后彻底消失。另一边，雾蒙蒙的奇异之地，死一般的寂静，直到那2道手牵手的身影自空间之中缓步行出。2人一出现到此处时，几乎是同一时间将体内斗气运转而起，警戒着四周，避免落地成河。好在并未发生什么别的变故。解除部分警戒的萧炎随手就抓了一把面前的那些灰蒙蒙的气体，本意是想试试有没有毒，不曾想这些气体之内所蕴含的全是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看着萧炎有些呆了的模样，薰儿嫣然一笑，随后略微歪头望着萧炎道：“萧炎哥哥是打算去第几层？”萧炎当然是想要去萧玄的幕府了，不过也不是很急，毕竟还有3年时间嘛。最终薰儿拍板，直接先往第2层入口赶去。
这一路上大概要耗费4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天幕之中有能量威压，不适合长时间飞行，而且行走的路上，萧炎需要多多吸收能量核，争取在抵达入口之前达到5星斗尊巅峰的地步。当然，若是运气好的话，达到6星也并非是不可能的。能量核能够快速提高自己的实力，萧炎有些惊愕。薰儿觉得如何说都不如让萧炎亲自感受来的实在。玉手轻抬，转头冲着右边灰蒙蒙的雾气一握，就将那里的雾气尽数驱散。刚藏进雾里准备发起攻击的能量体瞬间就悲剧了。在这之前完全没有察觉到能量体的萧炎，眼看着薰儿玉指一弹，就将那能量体变为了教学道具。萧炎看着薰儿掌心的能量核更好奇了，那一枚菱形的约莫拇指大小的晶体到底能蕴含多大的能量？一般来说，天幕之中的能量核分为9级，薰儿手中的充其量也就达到2级的地步。那些等级高的能量核大多都在天幕第1层深处或者更下层的地方。薰儿将手中的能量核交给了萧炎，让萧炎把它握在手里，然后运转功法将之吸收了。完成第1次吸收的萧炎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连古族、魂族这些超级势力都对此地如此看重了。这些能量核几乎不需要过多炼化就能吸收，而且吸收起来顺利也就算了，还几乎没有副作用。这难道就是小老鼠钻进米缸的快乐？4个月左右晋升6星斗尊，萧炎觉得自己有信心了。将已经完全化为粉末的能量核丢掉，萧炎正觉得生活如此美好，连空气都清晰了不少的时候，薰儿清脆悦耳的娇笑声却是在此时轻轻传来。走吧，萧炎哥哥，看看这3年时间，我们谁得到的能量核会更多一些。回过神的萧炎就见一淡青色的小精灵已经向前飘掠出好远了。对于自家说好了比赛却是总抢跑的小媳妇儿，萧炎也是很无奈呀，没办法，宠着呗。轻笑了一声，萧炎迈开步伐就开启了追妻之路。没想到这一追就追了2个月。至于比赛嘛，我萧炎就没赢过。好在自家媳妇儿很疼我，把到手的能量核尽数交予我吸收，我也是非常争气。修炼时缭绕在周身的那些能量都能化为一道气龙啦。至于目标嘛，目前距离达到6星层次还有着一些距离。又是2个月后，萧炎2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是在视线的尽头看到了一片能量光墙，这便是第2层的入口。望着那仿佛从天空尽头倾泻而下的能量墙，萧炎略有些惊讶的道。此时的萧炎浑身都弥漫着一股风尘仆仆的味道，头发也长了，脸庞也瘦了，但眼眸中却闪着亮眼的精芒。自从进入第1层的深处后，他与薰儿几乎是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当然，萧炎要耗费的多一点，因为他后来不愿意让薰儿动手，只因那些对于自己来说实力强悍的能量体，薰儿只要挥一挥手就能搞定。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萧炎对于这些能量体也是熟悉了起来，因此从刚开始的大战几十个回合才干掉对手，已经减低到现在的10个回合之内结束战斗。甚至一些稍显弱小的6星能量体已经能在萧炎手里走不过3招。现在的萧炎实力处于5星巅峰，属于随时都会突破至6星的存在。薰儿建议萧炎先突破，然后再进入第2层，尽可能的避免体内斗气因为满溢而导致气息不稳的情况发生。再者，第2层远比第1层危险。萧炎觉得薰儿说的很有道理，便飞身到了一处巨石，然后迅速盘腿而坐，进入了修炼状态。薰儿见状也到了巨石之上，眼眸微闭，守护着萧炎。这种情况之下，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发生意外了。某一时间，巨石上的薰儿陡然睁开了双眸，望向北方的天际，淡淡道：既然来了，何必再躲躲藏藏？魂族的人现在已经不堪到这种地步了吗？随着薰儿清冷的声音落下，那远处的空间也是一阵波荡，旋即2道身着黑袍的身影缓缓踏空而来，那令人讨厌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不愧是古族神品血脉，这种感知当真是让人佩服。薰儿看清那领头之人的脸庞时，没有丝毫的意外。魂牙此次前来所谓的就是那正在闭目突破之中的萧炎，他同魂力已经在暗中等待了许久的时机，这一次必然要将萧炎拿下。薰儿怎么可能让他们伤害到萧炎？魂牙见薰儿态度坚定，琢磨着先把薰儿杀了，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之后就臭不要脸的叫魂力同他一起出手，争取尽快解决战斗。毕竟薰儿再强，也不太可能挡得住2名8星斗尊的联手吧。事实证明，薰儿还真的能。双眸被金色火焰所缭绕的那一刹，薰儿宛若战神，以1敌2，丝毫不落下风。任由对方车轮战、偷袭战等下三滥的招式都用尽了，薰儿
也没有后退过半步。魂牙眼看着萧炎周身的斗气波动得越来越剧烈，很清楚地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决定让魂力去杀了萧炎，而自己负责拖住薰儿。只是刚有所动作，薰儿就像察觉到了他们的打算一样，娇躯一闪，便是飞快地对着萧炎所在的地方掠去。魂牙怎么可能让薰儿回去支援？只见无数道锋利的漆黑锁链就如同暴雨一般冲着薰儿倾泻而下，这让薰儿不得不停下脚步，先解决掉这些要命的铁锁。一时间腾不出手的薰儿还是很着急的，当下只能怒喝道：“魂牙，你若敢伤他，这天幕便是你的葬身之处！”随着薰儿的怒喝声响起，金色火焰瞬间席卷开来，在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中，那些个漆黑锁链被尽数震裂。薰儿已经用上了最快的速度回原，然而来不及了，此刻的魂力已经掠上了萧炎所在的那块巨石。见此情况，薰儿慌了，森然的杀意毫不掩饰地暴涌而出。袖袍一抖间，一道蕴含着极为可怕的金色能量长矛就自其袖中爆射而出，笔直地对着魂力的身体狠狠射去。然而面对薰儿如此凶猛的攻击，魂力却是仿佛未曾感应到一般，那被森冷雾气所弥漫的拳头坚定地、迅速地冲着萧炎的脑袋就轰了过去。他不在乎薰儿的这一击是否能将他重伤，他只想要萧炎的命。见到这一幕，薰儿瞬间就煞白了小脸。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救下萧炎哥哥了，但如果萧炎哥哥死了，那就都去陪葬吧。就在薰儿眼眸深处的疯魔涌现的那一刹，巨石上盘坐着的萧炎却是猛然间睁开了双眼，旋即就是一记大天造化掌对着那近在咫尺的魂力拍了过去。只见魂力的体表猛然爆发出一阵阵浓郁的漆黑斗气，萧炎那无往不利的黑洞光圈直接就被强行降速了。萧炎见此情况，面色微凝，旋即体内斗气暴涌而出，尽数灌注进入那漆黑光圈之中。这一操作直接让魂力的袖袍离他而去了。魂力看着自己双臂之上出现的密集血滴，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光圈之中弥漫而出的恐怖撕扯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再不做点什么，怕是不良也得脱层皮呀。最终魂力有些肉疼的决心使出那一招魂爆。只见浓郁的漆黑雾气源源不断地自魂力掌心之中暴涌而出，旋即一道道强悍的灵魂体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自爆而开。魂力成功借助那道灵魂的自爆反推力全身而退了，但萧炎怎么可能放过他？右掌猛然再度一拍虚空，就见那被灵魂自爆阻拦的黑色光圈嗤的一声便是再度扩散开来，然后快若闪电般的追上那道急速而退的魂力。这一次魂力没能逃掉，光圈狠狠撞击在魂力身上的那一刻，魂力五脏六腑仿佛都被震得移了位一般，瞬间化身成为飞天喷泉战士。然而薰儿却不打算这么轻易的放过他，魂力还在天上飞呢。薰儿一记通体缭绕着金色火焰的长矛就朝着魂力的脑袋扎去。此时本就力竭的魂力又该死的身处半空，根本就避无可避，就这么无了吗？怎么可能？当我回牙是死的不成？只见一道劲风突然爆射而来，然后重重地轰击在了魂力的身体之上。这一击成功让魂力那本该用于承受攻击的脑袋换成了肩膀。扑哧，长矛入肉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魂力的身体就被长矛给带飞了，之后像个破布娃娃一般被钉在了地上。那落地之处100丈之内，直接是生生塌陷了半米之深。魂牙看着那满身鲜血，整个肩膀处更是出现了一个将近碗口大小伤口的魂力，脸色变得十分阴沉。旋即魂牙毫不犹豫的就手化成刀，将魂力的左臂彻底砍掉，因为那里已经被金色火焰彻底侵蚀，留着也只会导致侵蚀的地方逐渐蔓延，最终化为灰烬。而这魂力也是条汉子，被砍了胳膊也是一声不吭，也不知道是不是疼得实在没力气了。魂牙抓起奄奄一息的魂力就想要离开，薰儿怎么可能放虎归山？只是薰儿刚有动作，魂牙就同先前的魂力一样施展了魂爆，待得金色火焰将那无数灵魂自爆所产生的漆黑雾气尽数焚毁之时，那魂牙二人早就跑得没影了，想来是趁机进入第2层了。见此情况，薰儿柳眉微蹙，没说什么，迅速转头就回到了萧炎的身边。看着萧炎那略显苍白的脸色，薰儿还是有些后怕的。萧炎哥哥没事吧？薰儿轻声道。没什么大碍，刚刚突破，体内斗气尚还不稳，又施展了天阶斗技，遭到了一点反噬，调息一会儿便好。萧炎摇了摇头道。确定萧炎没什么大碍，薰儿这才安心了些。
旋即那差点被2个混蛋算计了的愤怒就涌上了薰儿的心头。下次若是再见，定取他们狗命。平复了一下后，薰儿才开口道：夏云哥哥，你先调戏一会儿吧，待得恢复后，我们也动身进入第2层。那魂力被我们重伤，他们2人的实力必然会减弱。若是再遇见，我有把握击杀魂牙。薰儿的提议，萧炎自然是欣然接受的。毕竟魂族的那些杂毛，他一个也不想放过。萧炎进入修炼状态后，再度睁开双眼之时，其气息已经稳定在了6星斗尊。萧炎哥哥，恭喜了！薰儿笑着道：这才6星，跟古妖以及那魂牙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挺直身子，听着体内传出噼里啪啦的骨头声响，萧炎道：薰儿才不这么认为呢，他觉得萧炎哥哥就是最棒的。只听薰儿有些盲目崇拜的辩解道：他们的修炼时间可比萧炎哥哥长很多，而且他们所接受的培养是寻常人一生都无法比拟的。若是萧炎哥哥从小也接受这般训练的话，现在说不定已经达到了斗圣层次。看着自家妮子无脑的信任与维护，萧炎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道：想要达到斗圣，可不是靠的这些。说话间，萧炎起身看向了远处的能量光幕，随后冲着薰儿笑了笑道：走吧，接下来我们也该去见识一下这天幕第2层究竟是何等的凶险了。薰儿同萧炎手牵手，刚刚走出通往第2层光幕的瞬间，就被迫收到了一份大礼包。若不是薰儿提醒得快，萧炎反应足够灵敏，怕是还没能看到第2层一眼就被削掉了脑袋。躲过攻击，稳住身形后的萧炎望着面前10到5星斗尊实力的能量体，闻着空气中残留的血腥味，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最终，这份来自魂牙与魂力爱的礼包，都变成了萧炎同薰儿实力的养料。东面是血腥味消失的方向，魂牙2人应该是朝那边去了。据我所知，东面是进入第3层入口的所在地。我们怎么办？薰儿道：跟上去。萧炎冷笑道：既然他们想玩，那我们便陪他们玩到底。此时，萧炎2人前方的视线遥不可及的地方，2道闪掠般飞掠的身影顿时停了下来。偏过头望着遥远的后方，已经变成独臂的魂力沉声道：他们也进入第2层了，那些能量体都被干掉了。此时的魂力脸色依旧苍白，但其气息却是略微稳定了一些。毕竟这里的能量体众多，用来疗伤再合适不过。魂牙听到这话微微蹙眉，声音阴冷的道：先去第3层，不要管他们，这段时间先养好你的伤，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算算时间，那些家伙应该也快抵达第2层了。若是让萧炎2人跟古清扬他们汇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彻底不是对手了。再说了，早点到第3层对我们的计划也很有利，到时候等人都到齐了，就全部一锅端掉。反正谁都知道天幕凶险，这些家伙全死在这里，也没人能说什么。魂力点头，一想到他们的计划，魂力觉得断臂处的伤口都没那么疼了，甚至还有一种大仇即将得报的舒心与快感。1周后，自从进入第2层以后，已经在1周的时间内经历了上百回灵魂体自爆袭击的萧炎2人已经是烦不胜烦了。蚊子虽小，但架不住它多呀。而且从这1周多的追赶情况来看，虽然魂牙2人被他们追得有些狼狈，但从偶尔遇见的一些散落开来的能量印记就能够瞧出，魂力的伤势正在迅速的恢复。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好在追逐魂牙他们的路上，萧炎2人在路上所见到的任何能量体最终都化为了能量核，其中甚至还有一颗8级的能量核，可惜没有遇见9级的能量体。以你现在的实力，恐怕也只有这种等级的能量核对你有用。摸了摸薰儿的脑袋，萧炎有些惋惜的道：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大部分的能量核全部被薰儿以各种借口让给萧炎了。对此，萧炎全盘接收，他渴望变强，同样也渴望守护薰儿。薰儿看着萧炎微微一笑，没有接过话头，而是转移话题道：还有5天时间，我们应该便是能够达到第3层。闻言，萧炎缓缓点了点头。其实对于先祖的幕府，萧炎的心中是十分期待的，因为萧炎总有某种预感，在那里必然有着这位先祖留给后人的一些东西。时光匆匆，萧炎2人再度发现魂牙他们的踪迹时，是在一处8星能量体曾经的领地上。为什么说是曾经呢？那是因为魂力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这等好东西，他与魂牙怎么可能给萧炎留着？不过萧炎的气运总是极好的，这不，东北方向那股隐晦的能量温压就被他察觉到了。薰儿仔细感应了一下，那估计是条大鱼，9星能量体，那是8、9不离10的。这般好资源，萧炎怎么可能放过？于是2人全力飞掠了将近20分钟后，终于是来到了那9星能量体的领地。这能量体也是个讲究人，控制了不少的7、8星能量体为自己守江山。萧炎可不是个墨迹的人，
擒贼当然先擒王了，先跟这些小喽啰开战，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只见萧炎二人十分轻松的就绕过了卫兵，深入敌营，欲直接将9星能量核收入囊中。当然，萧炎还是十分谨慎的，有提前探测周围是否有那名为大聪明的黄雀。只是没想到他们二人才刚潜入中心区域，看清那身着黑色铁甲、盘腿坐于怪石林间的身影时，就被人家当场抓包了。何方宵小，滚出来的怒吼之声响起之时，就见那黑甲男拎着一柄足有半人高大的巨斧，快若闪电般的朝着萧炎二人所在方向怒劈而下，活像是正在办事儿被人扰了兴致。萧炎二人震惊于对方敏锐感知的同时，不忘闪身避开攻击，然后那先前还在替他们遮掩身形的巨石就悲剧了，死相之难看，那叫一个死无全尸，挫骨扬灰。半空中迅速调整好状态的萧炎已经同那黑甲男打了好几个回合了，开山印、翻海印轮番上阵。那黑甲男也是个暴脾气，敌人的顽强让他那本就不灵光的脑子更上头了。只听一声怒吼：“宵小之辈，也敢招惹本尊！”那黑甲男就将手中的开天巨斧猛地如同风车一般抡动了起来，可怕的劲风当头便是对着萧炎的脑袋劈了过去。但萧炎竟然没有做出任何防御动作，直到某一个瞬间，一只泛着金色火焰的长矛陡然自萧炎身后爆射而出，将这重如山峦一般的巨斧尽数接下。然后就见萧炎嘿嘿一笑，手掌一握，巨齿浮现，旋即毫不客气的就拍在了那铁甲男的胸膛之上。那力道之狠，看着半空中那炮弹一般的黑色影子就知道了。好一个夫妻搭配，干活不累呀！这波骚操作可是把铁甲男气得够呛。只见他一声怒吼，就将周围的那些10来丈庞大的巨石生生震成粉末，浩瀚的能量也源源不断的自其体内暴涌而出。其手掌中的巨大开山斧也在陡然间膨胀数倍。那一招斧劈天地被施展出来时，周遭的空间在一霎尽数崩塌。见到黑甲身影如此强悍的一击，薰儿瞬间就变了脸色，急忙提醒道：“萧炎哥哥小心！”那铁甲男也是在此时怒声咆哮道：“都给本尊死来！”重斧带着令人心悸的劲风狠狠地朝着萧炎的脑袋劈下时，萧炎也控制着巨斧急忙迎上。结果就是两人刚刚接触，重尺与萧炎就朝着2个不同的方向倒飞了出去。只是此时脸色苍白如遭重击的萧炎却是笑得很开心，因为几乎在他抵挡住铁甲男攻击的同一时间，铁甲男就被那泛着金色火焰的长矛捅穿了后心窝。还没来得及笑出来的铁甲男就这么在金色火焰的包裹中领了盒饭。只是作为胜利者的萧炎也没能高兴多久，就被那突然出现的魂牙二人拍中了胸膛。与此同时，一道讨厌的声音随之响起：“萧炎，在追杀人的时候可千万记得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啊！猎人与猎物很容易便是会转换的。”魂牙有些狰狞地笑道。萧炎那苍白到几乎失去血色的面容让魂牙很是快活，只是他高兴的有点早了。萧炎盯着他二人露出诡异笑容的那一刻，一直觉得不太踏实的魂牙确定了心中所想，下意识的就想逃。可惜萧炎森冷的声音落下：“我还以为你们二人真要躲一辈子呢。”面前的萧炎就爆开了，明白自己中计了的魂牙与魂力，此时恨不得多长2条腿来逃跑。然而萧炎钓了这么久的鱼，怎么可能让鱼轻易跑掉？只见萧炎本尊忽然自魂牙二人后方的一片空间显现，魂牙最先反应过来，并迅速做出应对。袖袍一抖间，就见一条粗壮的漆黑锁链如同毒蛇一般爆射而出，直奔萧炎的脑袋而去。这慌忙的一击怎么可能打中萧炎？只见萧炎缓缓一笑，脚掌猛地一跺虚空，那地面便是陡然炸开，旋即一道丈许庞大的岩浆柱爆冲天际，然后与那漆黑锁链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薰儿已经快速地收好了那9星能量核，身形一闪，便是包抄到了魂牙二人的后方，冷笑道：“我们便是奇怪，这9星能量核可是相当稀少的东西，若是你们发现9星能量体的话，必然不会放过，为何此次会完全无动于衷？原来你还真想要借此设伏啊！”猪脑子1号魂牙，猪脑子2号魂力，脸色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啊！最终还是萧炎出声打破了这份寂静。逃了将近半个月，也厌烦了吧？萧炎淡笑道：“是有些烦了，袭击也只不过想要省点力气罢了。既然此计不通，那么便这样宰了你吧。”试图挽回点颜面的魂牙诡辩道。事已至此，双方又很满意，打一架解决问题的协商方式，一场大战也就避无可避啦。魂牙偏着脸就冲着魂力道：“我来拦住他，萧炎交给你。”
魂力没有转头，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面露狰狞的道：“放心，上一次不过是吃亏在措手不及，这一次我会将他的2只手臂都砍下来。”魂牙微微点头，似是对这个回答十分的满意，用目光森冷地看了萧炎一眼后，才猛然转身，化为一抹闪电，直接对着薰儿暴掠了过去。见到魂牙冲来，薰儿美眸微冷：“萧炎哥哥小心，给我一些时间。”话音一落，薰儿轻喝了一声，旋即玉手之上的金色火焰陡然升腾，毫不相让的就朝着魂牙撞了过去。另一边，觉得此战自己定能一雪前耻的魂力，动手之前忍不住的高声宣言道：“萧炎，你能胜古妖，却不一定能胜我。这断臂之仇，你今日是还定了。”玉臂阴寒的漆黑雾气陡然自魂力体内暴涌而出，旋即一道道漆黑锁链铺天盖地的就朝着萧炎爆射而去。见此情况，萧炎的眼神都不曾变过一丝。只见他十指连弹，一道道紫褐中夹杂着一缕白的火焰，就自其指尖暴掠而出，在半空中与那漆黑的锁链狠狠碰撞在一起。盛大的烟花秀展开的那一瞬，萧炎笑着道：“如果你只能释放出这等程度的攻击，那么你刚才说的话就得收回去了。”魂力当然是有所倚仗的了，他的倚仗就是足纹。诡异符文浮现在魂力眉心处的一瞬间，魂力的气息也是突然间暴涨起来，而且空荡荡的右臂也是诡异的长出了一只漆黑色的手臂。细看那手臂之上，居然还布满着一些由灵魂凝聚而成的凄厉脸庞。望着萧炎脸上浮现出的那一抹凝重，魂力只觉得自信心爆棚，不由得开口拉踩道：“萧炎，很惊讶是吧？这种族纹，像你这种败落的萧族，可是没有资格具备。”其实仔细说来，魂力的优越感不难理解，因为远古种族的人一般不会修行什么类似天火三玄变的增幅秘法，他们所拥有的族纹就是天地间最为强悍的秘法。原因嘛，就是族纹带来的增幅除了消耗大，其他都没毛病，根本不会出现秘法反噬这种事情。那些不是消耗血液就是依靠自残提升实力的秘法，在他们眼中自然就不值一提喽。萧炎其实并没有仔细听魂力自我感觉良好的沙雕宣言，他在看完魂力的整个变化后，思绪就已经跑到了当日与古妖大战，好在对方还开启不了族纹，不然的话……魂力见萧炎没有答话，以为对方是被自己打击到了，又十分嚣张的表示：“好了，萧炎，接下来我便让你来试试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语毕，魂力的身形便是瞬间就消失了。几乎是同一时间，萧炎那被紫褐火焰所弥漫的拳头瞬间便是对着身后的空间狠狠轰了过去。但就在其拳头轰中那里空间时，一缕缕漆黑雾气却是自空间之中弥漫而开，将其拳头轻易地阻拦而下。黑雾彻底涌出后，转眼间便是形成了魂力的身影。他瞥了一眼面前的萧炎，十分不屑的道：“毫无力道的攻击。”萧炎很清楚，面对这等实力无限接近于9星斗尊的敌人，自己是时候动用那张底牌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天火三玄变的3变之后，萧炎手掌一扭，便是如同泥鳅一般挣脱，身形暴退间，萧炎直接就放出了他的金黄保镖们，正是全部升级以后的天妖魁们。此时的魂力却是处于惊掉了下巴的状态，不是因为天妖魁，而是因为萧炎。萧炎在施展天火三玄变时，隐隐觉得眉心有点痒痒的，不过仅仅只是一瞬，而且当时的情况紧急，他也没在意。魂力却是在那时清清楚楚地看到萧炎的眉心处有着一个他至死都不会忘记的符文，正若隐若现。萧族的族纹，这怎么可能？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被彻底废弃，怎么可能还会具备族纹？魂力那叫一个诧异又懵逼，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纠结了一下后，魂力这个大聪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他看没看错，先杀了萧炎再说。萧炎，把命交出来！只见眼中闪烁着凶芒的魂力如同一尊魔神一般，身形一动，便是带起一团阴寒的漆黑乌云，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爆射而去。此时萧炎的暗金魁也在阵法的加持下变成了紫金魁。暗金魁在加强后本就拥有着能与6星斗尊相媲美的实力，如今再经过阵法吸收10具达到斗尊层次的天妖魁的力量，他的实力足以与9星斗尊的强者一战。于是当魂力的碎魂冥掌同紫金魁的铁砂掌相撞的那一刹，方圆100里之内都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之声。两者对抗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一阵咔嚓声响起，那巨大的掌印之上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最终爆裂而开。紫金魁被那恐怖的劲气震得在虚空之中连退了10来步，每一步的踏出都会在天空上留下一个漆黑色的脚印。然而当其最后一步落下之时，
其身形却是如同离弦的箭矢一般再度暴掠了出去。这一次他直接就冲进了那浓郁的黑雾之中。片刻后，拳锋对碰所带起的破风之声就连绵不断地从那黑云之内传出。魂力这边面目全非脚，还我飘飘拳正打着不亦乐乎的时候，魂牙那边已经被薰儿全方位压制了。可以说只要时间足够，当场击杀魂牙都不是难事。萧炎权衡了一下己方战力之后，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感叹道，这一次若是能在此处将两人给宰了，想必即便是魂族也是会有些肉痛啊。萧炎正琢磨着怎么才能将这两人一举拿下之时，那黑云之内陡然响起一道极为响亮的炸声，旋即金光与黑气爆射开来，在天际放起了烟花。黑云彻底爆裂之时，两道身影也是倒飞而出，最后踏着虚空噔噔倒退了将近100米，方才稳住身形。萧炎定睛看了看紫金葵身上那些肉眼可见的掌印，多少有点心疼。不过再看看一旁不仅披散头发，衣服破了大半，嘴角还挂着血迹的魂力，萧炎觉得心里舒服多了。而魂力之所以这么狼狈，其实是有原因的。在魂族，魂力是以战斗方式极为拼命博得凶名的，这种以命搏命的方式，对手但凡有一丝害怕，那么就离战败不远了。但紫金葵不会怕也不会疼的特性，完全可以说天克魂力。毕竟双方一掌换一掌，一方是傀儡，一方是肉体，无论怎么看都是肉体那一方血亏啊！混账，这家伙怎么能拥有如此强悍的傀儡？嘴中不断喘着粗气的魂力，目光惊怒地望着那远远推开的天妖魁。远处的萧炎看着魂力那精彩的面部表情，高兴极了，笑眯眯地伸了一个懒腰，随后屈指一弹，那天妖魁便是立刻弹射而出，再度凶狠地对着魂力爆射而去。魂力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然而就在前景一片大好，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萧炎他们倾斜的时候，几道身影却是快若闪电般的爆射而出，而一道蕴含着浓郁能量的飓风正在他们身后逐渐成型。几人边跑边叨叨，赶紧跑吧，被风暴追上了，就算是斗宗巅峰的强者也得陨落在此。刚刚将弥漫着金色火焰的掌印狠狠轰击在魂牙胸膛之上的薰儿，看到正在飞速弥漫而来的风暴时，甚至直接放弃对着口吐鲜血的魂牙补刀，偏头冲着萧炎急声喝道：萧炎哥哥，快走！听到薰儿的喝声，萧炎先是一怔，偏头望向那片天际尽头之后，当下就是倒抽了一口凉气，挥手间召回紫金葵就跑。看得魂牙二人一愣一愣的，等魂牙顺着萧炎之前的视线看去时，也顾不得萧炎那两个煞星就在前面了，与魂力对视了一眼后，二人就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狂奔了起来。原因无他，对上萧炎，他们尚还有一线生机，但若是被卷入风暴，那就得彻底的死翘翘了。就在魂牙二人也开始狼狈逃窜之时，那后方天际一道道模糊的身影也闪掠而来。原本这死寂的没有一点人气儿的大地之上，一时间搞得好像动物大迁徙一样的，真是好不热闹。那是什么？萧炎的身形紧跟在薰儿身后，感受着后方遥遥传来的那种恐怖威压，面色有些凝重的道：天幕的能量大风暴是此处的一种自然天灾，威力极端恐怖，斗尊巅峰的强者被卷入其中都是十死无生。没想到这次我们这么倒霉，居然遇见了这东西。一般来说，能量风暴要好些年才会爆发一次，反正先跑吧。这能量风暴波及的范围极为辽阔，恐怕整个第2层都在它的范围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得尽快到达第3层，才能将之避开。薰儿沉声道。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点头，旋即余光就瞥到了魂牙那两个糟心的家伙。但此时此刻，萧炎也没有心情再搭理他们。再次定睛一看，萧炎又发现了老熟人，一男一女，赫然便是炎族的那位火炫，以及脸颊上有着面纱遮掩的红衣女子。火炫对上萧炎的目光时，一个加速就同萧炎二人齐平。没想到萧炎兄弟速度竟然这么快，早就赶到这里了。火炫笑着道。萧炎也是微微一笑，遥遥的就冲着火炫二人拱了拱手道：火炫兄也是不慢呀。只见二人你来我往，一阵寒暄，最终达成共识，先去第3层，双方暂时结盟，强强联手嘛，有何不可呢？后方的魂牙二人眼睁睁的看着前面4个人凑近一点，再凑近一点，俨然一副达成共识的样子，脸色十分的难看。不过想到什么的魂牙顿时冷哼道：让你们再得意一会儿，等到了第3层，我要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